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整个市场出现了全线下跌，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几个领涨币种纷纷出现快速下行，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提到的一个领涨币种 Solana 链上的最重要的主流币是 SOL。那 SOL 也呢出现了在$155高点之后呢，然后迅速跌下来，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ENS 作为本轮行情最热门的一个。之前它属于一个小众的冷门币种，它是以太坊链上的一个域名板块的一个小币种。那这个币种呢，到达高位34.76美金之后，也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昨天也给出了这种提示。那么目前为止，比特币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快速下行呢？原因是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平台期，那么这个平台期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位于$64,000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64,000附近，在6月下旬的时候啊，从这个位置上跌下来的，跌下来之后反弹上来，进行了回补动作之后，出现快速下行。同时呢，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本轮行情出现的下跌过程，在$71,000开始下探的这个过程，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给出的解释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由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基本上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打到日线级别200日均线，也就是$58,000附近之后开启反弹。那么这个反弹过程也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说，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比特币做出了符合它运行规律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基本上到达前面平台期$64,000附近之后，开始迅速下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是处在$60,000整数关口这个关口的位置是一个相对来说的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啊。还没有跌下去，但是呢，我们认为比特币的这轮行情是属于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那么这个悟空阳线早在24年3月就走了出来。24年3月走出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 K 线是它的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24年3月的这个悟空阳线，目前已经被阴线绞杀掉了。绞杀掉的同时，我们再看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我们对下跌方向有能够出现唐僧阴线的预判。那么这个唐僧阴线是有机会在本周出现的啊，如果出现唐僧阴线，比特币势必会到达$55,000附近。同时呢，我们之前在日线级别上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就是日线级别的200日均线在$58,500这个位置。那么前面插针行情曾经接近这个位置，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位置200日均线，也就是日线级别 MA200，在这个位置有标注啊，这是 AI 困的看盘软件啊 ，MA200在这个红色的位置，前面是 MA144、MA169、MA10、MA5 啊 ，MA200这个红色线。在本轮行情当中有很大概率跌破，原因是本轮行情我们看到的最大跌幅从73,777往下走的这个下跌的插针这个位置，最大跌幅是23%。而上轮行情2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21年同样位置，从4月份跌到7月份，我们看到它的最大跌幅是55%。所以呢，目前23%的跌幅远没有到达调整到位的一个水平。所以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的下跌的时间级别有升级到周线级别非常大的可能性。除非行情走到8月，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能在下方形成水平的震荡，那么调整算结束。为什么说水平震荡呢？我们看到啊，21年的行情当中也看到了下方形成水平震荡之后开始起涨，起涨之后呢，从底部$29,000一直涨到$69,000，是一个翻倍行情。那么本轮行情我认为往下走，形成底部的日线级别的震荡平台之后，才是可能会发生回暖的一个契机。那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热门币种、热点板块稀缺，
为什么说稀缺呢？因为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几个热点的上涨币种集中在哪儿呢？昨天我们看的是 ENS 出现了快速上涨，但是呢，它是一个游资构成的结构，所以呢，快速上涨之后迅速被打回来。然后呢，我们看到 PEP 出现了热点 ，WIF 出现热点，那么这些币种呢，都是抹膜板块的币种，基本上在币圈毫无意义因此呢，这些上涨，山寨币的上涨，抹膜板块的上涨，抹膜币种的上涨证明超级主力资金在行情当中还没有找到一个值得投入的板块或者是热点。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仍然认为 SOL 是这轮行情的一个引擎，一个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 SOL 起涨时间是在23年9月，一路上涨上来，涨了10倍，然后出现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领跌的呀，它是领跌的，因为我们看到下跌过程当中，它首先跌破了200日均线，这在比特币上是没有的。我们看到比特币甚至没有跌破200日均线就开始发生反弹，但是 SOL 领跌之后出现了领涨行情。这种情况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 SOL 走出了完整的2轮次的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2轮次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而比特币仅仅走完1轮次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我们昨天也提出了150美金是对于 SOL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我们可以看到150美金是它4小时级别169均线附近，涨到这个位置上是承压的，是有压力的。虽然昨天出现了假的突破，但是我昨天依然给出了提示，这个位置很难站稳。因为如果再往上走，它就会出现反转行情，整个趋势就要发生变化。而当前的时间节点，对于 SOL 来说，不构成反转。我们认为比特币月10月份才是大行情来临的时候，而在10月份之前的7、8、9月份都是低位震荡，都要苟着。这个苟呢是草头一个句号的苟。苟活的苟因此呢，无论是大币种、小币种，还是有着 ETF 上线的 Solana， 目前都存在一个苟着的 K 线当中，苟活的 K 线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Solana 的震荡区间是150美金到134美金、134美金，这是一个震荡区间，由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样的一个区间构成。然后呢，比特币目前是6万美金附近，然后这条线我认为是有机会跌破的。为什么会跌破呢？原因是目前在底部6万美金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呢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这个法则一定要记住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是有高概率容易出现跌破的。如果上方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是有高概率容易出现突破的。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在比特币的行情上，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我们认为200日均线55000美金是容易发生跌破的。跌破之后，目标点位可能会到达52000美金，这点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够到达这里的话，比特币将迎来本轮行情的黄金坑，是一定要进行抄底的。一定要有仓位。那么 K 线休战法给我们的指引是：把握趋势，把握方向，分仓进场，设置止损，这样的话能够在这轮行情当中吃大肉。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休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购买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